美国当年为什么要提出 G2？ 咱们中国难道就不想和美国一起收割全世界的财富吗？因为中国遇到的这个局，咱们的老祖宗早就碰到过一模一样的套路了。今天咱们要聊的就是21世纪初一场惊心动魄的大国博弈，它就是 G2。2009年，一场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重创了美国，全世界的目光都看向东方。就在那个时候，一个概念横空出世，美国学术界和政界像商量好了一样，铺天盖地的炒作起一个词儿 G2， 也就是中美两国集团。按照那个设计，未来的世界不要再搞什么8国集团、20国集团了，只要中国和美国两个大块头坐下来，把账一算，把桌子一拍，整个地球的命运就定了。听起来是不是很热血？像不像武侠小说里的华山论剑，两大高手并立江湖，号令天下？当时不少西方媒体甚至发明了一个词叫中美国，把两国描绘成一对连体婴儿，谁也离不开谁。然而面对这份极致殊荣，面对这把一字并肩王的金交椅，中国的反应却让整个西方大跌眼镜。中国人摆了摆手说，不，我们明确拒绝了 G2 的提法。这拒绝一出来，外界全炸锅了。有人在猜，中国是真谦虚还是欲拒还迎，是怕担责任还是翅膀不够硬？更有人酸溜溜的质问，中国难道就不想和美国一起收割全世界的财富，跟着全球老大当二当家，既不用冲锋陷阵，又有肉吃有酒喝？这不是傻子吗？甚至到今天还有很多人想不通，美国提出 G2 怎么就被看成了阴谋？中国拒绝 G2， 难道真的只是因为不想被美国呼来喝去？要理解这场世纪大戏，我们得回到2008年那个躁动的秋天。当时美国雷曼兄弟轰然倒塌，次贷危机像瘟疫一样传遍资本主义世界，冰岛差点破产，希腊全面告急，整个欧盟哀鸿遍野。而同时期的中国刚刚举办了一场惊艳全球的北京奥运会，正以2位数的经济增速一骑绝尘。那个时候我们手里攥着近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成了全世界最有钱也最稳定的大金主。美国的日子就不太好过了，他那种靠印钞、借债、超前消费撑起来的虚假繁荣忽然间转不动了。要让这辆快要散架的破车不翻，唯一的办法就是找人赶紧输血。找谁呢？看来看去还能拿出真金白银，还能提供大量廉价商品的只有中国。但问题是，美国自己也知道，过去对中国干了不少缺德事，从炸管到撞击，从对台军售到贸易摩擦，两国之间的互信早就千疮百孔。这个时候直接跑过来说，兄弟，借点钱，不仅面子上挂不住，还可能碰一鼻子灰，怎么办呢？美国战略界的那些聪明人一拍脑袋，想出了一个绝佳的操作。既然你有实力了，那我干脆就承认你的大国地位，不仅承认，我还要跟你共管这颗蓝色星球。2009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弗雷德·伯格斯滕在《外交事务》杂志上正式抛出两国集团 G2 的构想，让中国和美国一起成为全球经济的联合主席国。这种论调迅速在白宫和国会山有了回响，甚至当时的奥巴马总统在首度访华之前也对这个概念表现出极高的兴趣。一时之间，全球舆论都在讨论 G2， 仿佛中国已经被内定成了地球的二当家。大家看看当时美国人开出的报价单，第一，邀请中国进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和世界银行的核心决策层，承诺增加中国的投票权。第二，在气候变化、反恐、核不扩散这些全球议题上，中美作为双引擎一起发声。第三，在经济政策上，美国负责消费，中国负责生产，两国联手维护美元体系的稳定。这个蓝图一画出来，很多人看了都觉得美如画。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在国际舞台上被欺负了100多年，现在突然有老牌霸权跑过来，客客气气请你上桌，还要跟你碰一杯共治天下的酒，说不动心那是假的。然而就在外媒炒得火热，很多人头脑发热的时候，中国却极其冷静，甚至可以说是没有任何犹豫，就给 G2 泼了一大盆冷水。2009年11月，中国当着全球记者的面说得明明白白，我们不赞成有关两国集团的提法。不仅如此，后续又在多个场合强调，中国永远不搞什么集团政治，为什么要拒绝的这么干脆，甚至对他的提法本身都保持警惕。因为我们一眼就看穿了，这块馅饼背后根本不是什么平起平坐的请帖，而是美国人精心布置的4个大坑。那不是一顿免费午餐，那是一场不折不扣的鸿门宴。老祖宗有句话说得好，将欲取之，必先予之。美国突然这么殷勤，这么捧你，不是因为他突然爱上了你，而是因为他需要利用你。
在 G2 那个光鲜的礼盒里，藏着美国阴险的4个战略陷阱。第一个陷阱，责任绑架、捧杀离间。当时的国际秩序说到底是一个以美国利益为绝对核心的金字塔。美国印绿纸，提供军事保护；欧洲、日本提供中高端技术；中国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处在底层，提供原材料和劳动力。这个体系让美国躺着吃了好多年，但也攒下了一堆炸药包。全球反美情绪此起彼伏，从中东的沙漠到拉美的雨林，多少人指着华盛顿的鼻子骂。美国这个时候提出 G2， 就是想给中国戴上高帽子，把你使劲推到准超级大国的位置上。一旦你坐上去了，你就必须替他分担全球治理的成本。什么意思呢？举个例子，美国在中东打了仗，惹了祸，你得派人过去替他兜底。美国印了太多钞票，引发通货膨胀，你得用辛苦赚来的外汇去买他的国债，帮他平抑物价。在气候变化等议题上，你明明还是个发展中国家，却要你跟发达国家一样承担沉重的减排义务。更阴毒的一层是，一旦你戴上了这顶 G2 的帽子，那些原来把你当穷兄弟的发展中国家会怎么看你？他们会慢慢回过味来，中国口口声声说自己是第三世界，结果一转身就去跟美国坐一张桌子，原来你也是新的剥削者。这样一来，我们辛辛苦苦经营几十年的外交基础和广大亚非拉国家的互信就被这一招轻松瓦解了。这就是捧杀，把你举得高高的，让你成为所有愤怒的靶子，美国却悄悄挪到了阴影里。第二个陷阱，规则锁定，让你甘心当一辈子老二。美国这个国家最厉害的不是飞机大炮，而是它拥有一整套为自身利益服务的游戏规则。他口中所谓的共同治理地球有一个死前提，你必须在他制定的那个规则里玩。G2 听起来像两国共治，但它会让你改变银行章程吗？会分给你核心的科技霸权吗？会让你动摇美元的根基吗？不会，你能得到的只是一个副总经理的头衔。大家想想看，他会跟你说，老弟，你负责勤劳生产，负责老实储蓄，我呢负责花钱，负责印钱，负责搞高科技研发，咱们分工明确，多好啊！这叫什么？这叫把你死死地锁在产业链的中低端。就像当年美国对日本那样，80年代日本半导体崛起，美国先是一通盟友情深，把你拉入 G7 核心圈，等你得意忘形了，反手就是301调查，强迫签订广场协议，逼你日元升值，直接戳破资产泡沫，让日本经济原地踏步30年。G2 就是梁神给中国准备的广场协议，目的就是让你安心当一辈子的世界打工仔，别想爬到顶端去抢他的饭碗。第三个陷阱，战略麻痹，诱你自废武功。美国拉你共治，话术里还包着一颗毒丸。既然咱们都是兄弟了，是一家人了，那你还造那么多航母干什么？还搞什么北斗卫星导航系统？还去攻关光刻机、高端芯片干什么？这些硬骨头、大杀器，你统统不用管了，交给我来保护你不就行了？这些话听着耳熟吗？当年苏联就信过类似的邪。在冷战后期的所谓缓和时期，部分苏联领导人轻信西方和平共处的虚幻承诺，放松了军事和科技层面的警惕，最后不仅国运衰败，甚至一步步走向分崩离析。如果咱们当时脑子一热，真的卸下了武装，中断了自主创新，把自己的安全寄托在美国的善意上，那么到了今天，当美国人对我们搞芯片卡脖子，在台海和南海极限施压的时候，我们拿什么来应对？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这是中国绝对不可能接受的宿命。第四个陷阱，以华制敌，分而食之，这是更深一层的全球地缘算盘。美国心里很清楚，他要对付的潜在对手绝对不止中国。如果能把中国通过G2这枚扣子拴在自己的腰带上，他就可以立马调转枪口，形成一个针对俄罗斯、伊朗等对手的超级包围圈。在各种国际场合，他会理直气壮地要求中国配合他，一起去制裁谁，一起去封锁谁，一起去孤立谁。如果我们扛不住这个压力，或者说为了维护G2这个所谓的大局而让步，那结果是什么？是我们和俄罗斯、伊朗这些背靠背的战略协作伙伴会在瞬间反目成仇。而一旦中国的伙伴圈散了，美国就可以舒舒服服耍起他最擅长的远交近攻，把我们挨个击破。所以你看，这个G2也是美国献给中国的一杯绝交酒，想借我们的刀除掉他的心头之患，等我们身边没人了，再回头慢慢炮制我们。这4颗钉子一摆，你还觉得G2是天上掉的大馅饼吗？它分明是一张精心布设的网，每一步都想把你往里推。听到这里，可能有朋友会问，咱们中国是不是因为近代受欺负太多，所以特别有防人之心，对什么都多疑？其实这种对世界的清醒判断
不是几百年养成的，而是咱们这个民族在长达数千年的王朝兴替、列国纷争中，用无数次的血泪教训刻进基因里的本能。刚才我讲的美国这套把戏，如果您觉得分析的太过精妙，那不妨翻开《战国策》，您会惊出一身冷汗，因为剧情一模一样，台词雷同，甚至连结局都预演过一次。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秦齐称帝。让我们把时钟拨回到公元前288年，那是一个刀光剑影的岁月，七雄并立，天下大乱。西边的秦国经过商鞅变法，士兵像虎狼一样勇猛，国力蒸蒸日上，一心想冲出函谷关，吞掉六国。东边的齐国有余言之力，凭着齐威王、齐宣王几代人的经营，国富民强，也是当时数一数二的超级大国。这两家在东西两头虎视眈眈，谁都不服谁。但秦国最烦的还不是齐国本身，而是齐国经常和赵国结盟，只要秦军一出函谷关，齐赵联军就从背后猛扎一刀，让秦国如鲠在喉。怎么办呢？硬打未必打得下，搞离间，齐赵警惕性又高，秦国的战略家们一合计，想出个缺德的绝招，捧杀齐国。公元前288年的某一天，秦国使者快马加鞭，飞奔到了齐国的王都临淄。当时的齐宣王是个心比天高、好大喜功的君主，他端坐大殿上，秦使客客气气献上国书，大概意思是当今周天子已经衰败的像盏快要熄灭的灯，天下没主了。环顾宇内，能有资格称得上真正大国的，就咱们秦国和你们齐国。我王秦昭襄王雄才大略，愿意自称西帝，今天特地派我来，尊奉大王您为东帝。从今往后，西方归秦，东方归齐，咱哥俩东西并立，共分天下。顺便咱两国联手，先把中间那个蹦跶的赵国给瓜分了。齐宣王一听这封国书，热血直往脑门上涌，差点当着满朝文武的面笑出声来。大家要知道，帝这个称呼在三皇五帝之后，人间最高统治者只敢叫王，叫天子，还没有哪个活着的诸侯敢称帝。现在秦国主动把这份史无前例的荣耀递过来，还要跟你对半分天下，换谁不得飘？齐楚王当场就打算满口答应。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大殿下面响起一个冷静的声音：大王且慢，您这是要往秦国挖的万丈深渊里跳啊！说话的人就是大名鼎鼎的纵横家，当时正在齐国做客卿的苏秦。齐秦王一愣，皱着眉头说：先生何出此言？秦王尊我为帝，这是我的荣耀，齐国的威势怎么叫深渊？苏秦不慌不忙给齐王拆解了这套阴谋，如果翻译成今天的白话，简直就是一份顶级的地缘政治报告。苏秦说：大王啊，咱们给掂量掂量位置，秦国在西边有函谷关，黄河天险，他称西帝，各国哪怕恨得牙痒痒也打不着他。可咱们齐国呢？咱们是平原四战之地，南是楚国，北是燕国，西边是赵、魏、韩三晋。一旦您戴上东帝这顶帽子，这就等于在闹市中央穿上了龙袍，所有的刀枪棍棒都会奔着咱们来。秦国躲在远处看热闹，还会借机煽风点火，让各国联军来打我们，这就叫捧杀，把您举到半空中，让您替他吸引全天下的仇恨，他好趁机在背后捡便宜。苏秦接着分析第二条，再说了，他还忽悠咱们一块去打赵国。大王您看看地图，赵国和秦国紧挨着，打赢了，土地城池全归秦国，咱们齐国和赵国隔着千山万水，就算费劲巴拉打赢了，得到的不过是一块管不了守不住的飞地。而咱们付出的代价是什么？是彻底和原本可以结盟的赵国撕破脸，把老赵活生生推到秦国的怀抱里去。这仗打下来，咱们亏掉裤子，秦国赚得盆满钵满。齐冲王虽然好大喜功，但毕竟也是一国之君。听完这番丝丝入扣的分析，瞬间后背全湿透了。他这才明白，那顶东帝的桂冠哪里是什么王冠，分明是一个烧红的铁箍，戴上去脑袋就没了。于是齐国王当即拍板，摘掉只戴了2天的东帝帽子，回归称王，并且转而号召各国合纵。秦国一看，我这西帝的光杆司令也当不下去了，成了一个国际笑话，只好也灰溜溜的摘了帝号。这出闹剧前后不过2个月就自我破产了。各位，你们把公元前288年的这场戏好好对照一下2009年的 G2， 今天的美国就是当年的秦国，坐落北美大陆，两面大洋做护城河，周围没有强国，地缘天险无与伦比。今天的中国就是当年的齐国，我们身处东亚，周边邻国林立，热点扎堆，地缘环境极其复杂。美国提出 G2， 让中国当东帝，
不就是想让我们替他引开全球的仇恨，冲在第一线，替他维持那个不合理的旧秩序吗？至于他自己，就像当年的秦国躲在函谷关后面搞收缩，休养生息，等着坐收渔翁之利。而美国不但要求的联合行动，不管是要求我们联手制裁某个国家，还是要求我们在一些热点上替他站台，跟当年秦国要求联手攻赵有什么区别？一旦我们听信了喝下这杯酒，我们就会把周边邻居，把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全都推到对立面。等到我们成了孤家寡人的那一天，美国想怎么拿捏就能怎么拿捏。所以2009年中国决策者果断拒绝 G2， 那根本不是一时的客气或畏惧，而是深植于这个古老民族基因里的历经千年沉淀下来的战略大清醒。老祖宗用那么惨烈那么真切的剧本给我们打过样了，这个当咱们绝对不能上。理是这个理，但我知道有些朋友心里可能还有个疙瘩没解开。就算你说的是阴谋，可咱们能不能将计就计？不管怎么样，先挤进核心圈，跟着美国一起收割全世界的财富，把肚子吃圆了，回头再把它一脚踢开，岂不痛快？很多爽文小说不都这么写吗？这个想法听着很过瘾，但在现实世界根本行不通，而且它从根本上背离了中国的外交底色。首先，我们要想清楚美国式的收割底层逻辑到底是什么。咱们打个比方，美国就像开赌场的，它的收割靠的是3根台柱子：航母、美元和华尔街。具体的玩法就是通过一轮轮的美元潮汐，美联储先降息，把低息美元撒向全球，吹大各国的股市和房产泡沫。等你经济过热了，美联储突然加息，美元瞬间回流美国，全世界的泡沫都被抽干，优质资产跌成一地鸡毛。这时候美国资本就像秃鹫一样扑下来，用白菜价收购别人最值钱的公司、港口、能源。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韩国人痛哭流涕捐金戒指救国，三星差点变成美国公司。阿根廷从20世纪初的发达国家一路被割成发展中国家。这种收割是纯粹零和博弈，你吃饱了，别人就得饿死。在这样的棋局里，中国如果加入 G2， 我们能拿到什么角色？美国会好心分给中国金融霸权吗？会让人民币取代美元吗？会让中国军舰去控制全球海上要道吗？绝对不可能。在他的剧本里，中国最多只是这台收割机上的一个零件，负责输出廉价商品，帮美国平抑通胀，负责用庞大的外汇储备去买美国国债，为他无休止的挥霍背书，负责在联合国替他挡飞来的臭鸡蛋，吸引全球的仇恨。等到哪天割无可割，或者中国自己哪里出了裂缝，美国资本会毫不犹豫地反向收割中国。在他眼里，除了自己，全世界都是待割的韭菜。最后一点，任何跟着美国搞共治的盟友有好下场吗？80年代的日本，半导体独步天下，被美国以盟友之名强行按着头签了协议，随之而来的是高管被抓，市场被占，直接打断脊梁，陷入失落的30年。法国的阿尔斯通，世界500强，当年因为威胁通用电气的地位，高管被美国 FBI 跨国逮捕，公司被肢解，最核心的电力业务被美国人廉价吞并，对待跟了几十年的盟友都狠辣至此，他凭什么真心待你中国？ G2 那一套本质上就是让中国当个大管家，脏活累活全给你，但钱袋子、枪杆子、脑瓜子他攥得死死的。一旦你看穿了，不愿意只当管家，他就要掏刀子。所以中国拒绝 G2 不是自命清高，而是我们彻底看明白了，跟着美国那条旧路走，也许能分几块肉，但最终一定会连同我们自己也被端上餐桌。这是我们不能走也走不通的死路。庆幸的是，正因为我们在 G2 这个路口狠狠踩下了刹车，我们才保住了最重要的2样东西：主权和自主。在2009年，如果我们被虚名冲昏了头，为了维持 G2 的团结，我们或许会答应美国的一些要求，比如暂缓中国制造一类的产业升级计划，比如推迟北斗导航系统的全球组网，比如在南海岛礁建设上做出妥协。那样的话，到了今天，我们还能挺住吗？我们在被卡住脖子的时候，还有没有自己的替代方案？没有如果，因为我们拒绝了那个束缚，所以我们能独立自主的去开辟人类文明的新路。美国当年像个精明的赌徒，拿着 G2 这个镶金的筹码，一边大摆宴席，一边给中国挖坑。他赌中国会贪恋二当家的虚名，赌中国会因为害怕孤立而妥协。他设想那个在近代被炮舰打开国门的中国应该会贪婪地接过这份荣誉，但他唯独算漏了一点，中国5000年历史沉淀下来的战略智慧和我们对自己的清晰认知。在人类历史上，无数个崛起中的老二都在类似共治的甜言蜜语中迷失过。
结局大多是骨头都不剩。而中国选择的是最难却也是最正确的一条路，走自己的路。从公元前288年那个摘去帝号的刹那，到2009年那场冷静的拒绝，跨越2000年的烽烟，我们看到了一个文明一以贯之的定力。面对霸权递过来的糖衣毒药，识破它需要的是智慧，而面对巨大的诱惑，果断转身守住本心需要的是大国的清醒。